嘿，大家伙早喽！11月25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我已经往家跑了。今天可能就只能跑13公里。上午还有事儿，忙完工作的事儿就得去机场。主要是明天有一个下午有一个高驰的体能测试。虽然我这刚从比赛回来，还是想尽力。既然那天我说了，今天咱们回评论一会儿啊，咱换个视角，马上开始聊。天都还没有太亮，咱们就一个一个来。第一个小伙伴说比赛 PB 了，2小时49，了不起啊！但是呢，他说从30公里就开始掉，25公里的时候感觉还挺好，30公里的时候就从3分55掉到4分20了。所以差不多最后是这个成绩，否则的话应该就是2小时45以内了。问我是不是能量胶吃的不够，说吃了4个还是5个，抱歉我可能完全记不清了。而且说跑完那一天都特别想吃粮食，想吃碳水，是不是再多点补给会更好？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全程马拉松的赛场上，能量胶是不足以补充你的消耗的，因为你差不多一场全马要2000多千卡啊！我现在这个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差不多2300，你一管能量胶100到160，对吧？你不可能吃17、18管。我一场比赛就是5个能量胶，赛前1个，然后赛道上4个。那这样的话也不过就是大几百千卡。如果是160的话，如果是100千卡那种，也就500千卡。能量胶是干嘛的？能量胶其实是帮你顶过每一个小极限的，所以我才说不能完全累了再吃。我推荐的就是8公里、16公里、24公里和32公里。如果32公里之后赛道还有补给，可以考虑吃，没有也没事儿。就是你在差不多要开始累的边缘的时候吃一个能量胶。能量胶一般我的体感是10分钟左右，你就能有明显的感觉。然后它给你带来一点糖，让你的身体呢不出现那个极点。所以极点就是我们糖跟脂肪的代谢的速度的变化。你开始跑，肯定绝大多数能量来源于糖，跑到最后呢，你的脂肪会分解，就功能系统会有变化。虽然说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和指标，但是大体上是这样的。那这个极点的变化，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而且会让你掉速，会让你觉得跑不动。能量胶是我觉得我的判断是撑过这些小极点，让你的身体慢慢的更平稳的从主要消耗糖变成糖和脂肪一起代谢这么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不是补的少的问题。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你要是说增加一个也没事儿，但是我的判断是2小时50以内的选手就不是靠这个了。你看好多专业的运动员可能一场比赛是3个胶，甚至有的我见过是2个胶，都没有4个那么多，吃4个就已经很保守了。然后下一个赛前减量的事儿，说我1个月只有100公里的跑量，是不是就不用太减了？那您说的对，就不用太减了，您就可以赛前休息个1、2天，就全休，因为你也不用调整训练状态。100公里1个月的话，您可能成绩在4小时到4小时30左右。如果是男性的话，这个成绩点上保证开心的跑起来就好了。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个成绩的小伙伴跑的过程中是很难全程一步步走路的，所以开心完赛，然后一步一步的积累，一步一步的再来就好了。然后下一位，
跑步的时候摔了一跤，因为前面路上一位小朋友突然变道，问我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一般就得躲特远，我要是跑田径场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前面有人，尤其是有小孩的那种，我躲特远。然后有的时候躲不开，比方说有2回在奥森，一次是10公里的比赛，一次是半马的比赛，它不封路那种，那你就只能远远喊，让孩子家长听见，那家长听见就好办了，那家长会保护孩子的，否则就是如果是比较快的速度撞一下小朋友，应该是挺严重的，还是要安全第一吧。你就相信我，你就喊，别不好意思就好了。然后一个小伙伴说，跟着很科学的训练，然后半程马拉松能从2小时30进步到1小时50了，而且没跑多久。明年的比赛想跑多少？想跑4个小时，我是这么判断的，小伙伴们。就是有天赋的人，或者说特殊情况肯定存在，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半马在1小时50左右的话，全马能跑4小时30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虽然距离它是2个半马，但是呢得加一个时间呀，你越慢加这时间就越长。你看我半马1小时50的时候，全马4小时30，那就是2个1小时50再加50分钟，对吧？然后我现在半马1小时16，全马2小时41，那就是2个半马再加9分钟。然后我全马302的时候，半马差不多是1小时21，那就是2个半马又加了将近20分钟，对吧？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你成绩越好加的越少，成绩越差加的越多。像一般如果你的半马能跑到1小时40了，那么4小时拼一拼就有机会。这就是我当时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周围的我认识的人，就普通人基本上也都是这水平。有高手吗？有高手，有半马1小时50，全马3小时55的也有，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您的进步已经很快了，可以试试。半马1小时32，然后目标是3小时30，冬训的建议。1小时32基本具备了3小时30的水平了，确实是具备了。冬训就稳住跑量，然后时不时跑12、3公里，或者最多到16公里的阈值。跑间歇无所谓，目标是3小时，包括以外的小伙伴们跑就行了。跑那种专门的间歇无所谓，但是你基本上具备那个速度能力就好。就比方说想破4那个小伙伴，那你至少得有5分40的速度。你用5分40跑一个20、30公里可以跑下来，你才行，否则就肯定不行呀。破3也一样，你得有4分15的速度。如果没有，就是你现在你全力以赴的跑，只能跑4分20，那没办法，那你就应该要练练短距离的间歇冲刺，练力量，把速度提上来，然后咱们再说耐力。1月份的时候跑了一个4小时37的全马，想在明年破4，冬训有什么建议？差不多这个节奏对，就是如果你今年，比方说今年的春天跑了430，那明年的春天就基本能跑400了。前提就是说你在训练，在这一年认真训练的基础上。我的经验是，跑量没有想象的需要那么大，180到200公里1个月足够了。然后破4之前几乎不用练间歇，几乎不用。但还是那个前提，就是540的配速你能不能轻松驾驭，或者咱们这么来一个判断，你能不能5分15或者5分20跑一个5公里？如果行，那我觉得你的配速能力
就没问题，那就积累1年的跑量，应该水到渠成了，这我的经验。然后就是我每天训练防磨这些东西磨，训练不磨，就比赛或者高强度的训练的时候会磨，训练的时候都无所谓。然后比赛的时候一定要贴胸贴，我也没有专门的胸贴，就是肌效贴或者普通胶布就行了。你只要贴上就不会磨破，不在于用贴什么，用什么贴。好，最后一个问我对周期化的训练是怎么看的？因为像我们普通人都是日复一日、1年如一日这样，而专业的运动员都是，比方16周一个周期，或者说几周一个周期。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普通人做周期化训练，肯定是要比像我们这种每天如一日这样练，对比赛更有帮助的。但是呢，这个跟我老说课表这个事儿一样，它不好执行，因为你的目标赛事是不固定的。你看我在这儿已经能这么早就确定赛事了，我有时候也做不到，因为你过程中可能有工作的事儿、生活的事儿，有出差，有各种。那比方说你现在告诉我的目标赛事是明年的神户马拉松，明年11月中旬，那往前推4个月，那就是10、9、8、7，那我从7月份开始为期一个4个月的专项训练。那这样的话，肯定在比赛中要比不这样干，可能对这场比赛好，但是它也有牺牲。就是普通人马拉松是训练和锻炼兼备，就是既要想要成绩，又想呢让自己的身体持续的有一个好的状态。就你不能说像奥运运动员似的回来然后玩命歇1个月，足吃1个月，因为他想反正我再去训练基地还能练回来，那样是对的，因为他们那几个月的周期太苦了。但是普通人我不推荐这样，我觉得还是持续的连续的训练，比赛当做跑步训练的一部分，只不过就是在备赛期，可能比赛前2个月多做一些长距离或者做一些专项的训练就好了，而不需要一个为期4个月的那种很周期化的课表。这就是我的观点。行吧，准备都回完了，咱们训练之后见。11月25号星期一清晨6点46，训练结束。今天就跑了不到14公里，平均配速5分20多，心率131。因为一开始差不多5分，在大阪城今天约了观众，跟一位从重庆来的观众跑了几公里，然后我就回来了。因为回来剪辑完以后9点多一点就得从家出发去机场了，所以今天时间太紧张。然后明天是一天的活动，再加上下午的测试。明天我会拍摄，不管是活动还是测试都会拍摄。然后后天就等于明天我安排成我的第5个训练日，然后后天呢休息1天，正好后天一大早要从东莞赶到深圳的机场飞回来，所以后天是当做休息日。但是后天呢是合练的日子，那就没办法了。当然队服在东莞照个相就 OK 了，就只能这样。哦，对了，昨天大河原先生从中国出差回来以后，他周5回来的，然后周6去帕克软跑了18分多5公里，然后昨天去了一个12公里的小比赛，他得了第1名，男子第1名，不是年龄组的啊，就是全体的第1名，特别带劲，特棒。行吧，那这么着，明天跟后天应该不出意外都更新不了，我尽力，有可能能更新，但是我不能保证，好吗？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东莞再见。